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ot Search 1。最近，网络上兰兰这个名字突然成为热搜焦点，许多人都在问兰兰到底是谁。事情要从最近的一则娱乐新闻说起。知名球星郭妍文被爆出在半夜时分造访篮球场，并与一位神秘女子进行了一场篮球对决。这位神秘女子正是兰兰，一位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人物。随着新闻的发酵，兰兰的名字迅速传遍了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热议。为什么兰兰能够瞬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一方面，这与郭妍文的明星效应密不可分。郭妍文作为一位广受欢迎的球星，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备受关注。而兰兰作为他此次的对手，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另一方面，兰兰的身份神秘，网友们对她的背景充满了猜测，这样的神秘感让她成为了话题中心。除此之外，兰兰这个名字本身也具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有人认为这个名字颇有篮球特色，暗示了她与篮球之间的深厚渊源。也有人猜测她可能是某位明星的化名，故意保持低调，以免引起媒体的过度关注。无论真相如何，兰兰这个名字已经成功的引发了公众的好奇心，并且很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成为热门话题。那么，兰兰究竟是谁？她和郭妍文之间真的仅仅是篮球对手的关系吗？还是说这背后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个神秘的篮球之夜，是否会是另一段明星恋情的开始？你觉得兰兰未来会如何利用这次机会，走向事业的巅峰吗？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2。最近，中兴电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在股市的热门搜寻榜上，吸引了无数投资者的关注。作为台湾知名的重点三雄之一，中兴电一直以来都是市场的焦点。然而，随着公司宣布与另一家大型企业的合并计划后，市场反应却出人意料的冷淡，甚至在利好消息传出后，中兴电的股价一度出现大幅震荡。这样的市场反应令人不禁要问，中兴电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中兴电股价的波动背后有着多重因素。一方面，合并的消息确实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期待，但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合并后的整合风险和未来市场的竞争压力也充满疑虑，尤其是在电力产业未来的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样的波动显得尤为明显。短线投资者可能会选择观望，而长线投资者则需要考虑这次合并是否真的能为公司带来长期的稳定成长。那么，为什么中兴电这个名字会突然成为热搜？这主要是因为这次的股价波动对于电力产业和投资市场来说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作为台湾重电产业的代表之一，中兴电的每一次市场动向都会引发广泛的关注。这次的股价震荡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电力行业未来发展的思考，市场是否会因此出现新的趋势？未来，中兴电是否会在合并后迎来新的增长？这次的股价波动是否仅仅是短期现象，还是说预示着更大的市场变化？你认为中兴电的未来走向会如何发展？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3。最近，亚光这个名字成为了股市热搜的焦点，引发了不少投资者的关注。作为台湾知名的光学元件制造商，亚光的股票在近期大盘波动中逆势上涨，甚至一度攻上涨停。这一消息让不少人感到惊讶。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亚光能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脱颖而出呢？根据多方消息，亚光的逆势上涨主要得益于消费性电子市场的回温。随着市场需求的逐步恢复，特别是在全球消费电子产品需求回升的背景下，亚光凭藉其在光学元件领域的技术优势，迅速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此外，亚光的业务策略也显示出其未来增长的潜力，这让投资者对其长期发展抱有较高的期望。然而，这次涨停是否真的能代表亚光的持续增长呢？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消费性电子市场回暖带动了亚光的股价，但这种增长能否持续，仍然取决于市场需求的稳定性和亚光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对亚光的未来充满期待，但也不乏对短期波动的担忧。那么，为什么亚光这个名字会突然成为热搜？这主要是因为亚光在大盘普遍疲软的情况下，出现了逆势上涨的现象。这种表现不仅吸引了股市投资者的目光，也引发了科技产业的关注。亚光的成功能否成为其他企业的典范，并带动整个科技产业的复苏？接下来，亚光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势头？在面对未来的市场挑战时，亚光的业务策略和技术创新是否足以应对？你认为亚光未来的发展将会如何？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4. 李朝清，一个曾经被视为政坛明星的南投县前县长，却因为涉及多项贪污案件而从政治舞台上跌落。近期，李朝清因为他过去任内的贪腐行为，再次被媒体聚焦，并且成为了网络热搜词。最高法院最近对他做出了最终的判决，累计刑期超过400年，这无疑让许多人感到震惊与疑惑。这个案件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不仅是因为案件本身的严重性，更因为李朝清曾经在民众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声望。他如何从一位民选官员走向今天的结果，背后有着权力腐化、人性贪婪以及司法正义的多重考验。为什么这个事件能够快速成为热搜？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案件涉及的金额巨大，让人难以忽视。其次，李朝清过去的形象与现在的罪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人震惊。最后，社会对于公务员贪腐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这样的案件正好触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然而，这起案件带给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是对个人的道德评判，更是对整个官僚体系的反思。如果一个曾经受人爱戴的县长都会走上这样的道路，那么其他未被揭发的贪腐行为又有多少？这样的案件会不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的反贪机制和司法系统？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比案件本身更值得深思。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Hot Search 5. 成大校园附近近日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重大车祸，一名女性职员在驾车离开校园后，突然因癫痫发作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导致车辆失控爆冲，最终酿成1死4伤的悲剧。这起事故的发生地点就在校园门口，当时正值人流高峰，许多学生和教职员都在附近活动，增加了事故的严重性。事发后，急救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受伤者送往医院急救。不幸的是，其中一名受害者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成大校方立即作出回应，表示将全面检讨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措施，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同时，这起事件也引发了社会对于驾驶员健康状况与行车安全的广泛讨论。这次事件之所以迅速登上热搜，主要原因在于其突发性和严重性。一方面，事故发生在校园附近，牵涉到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和不安。另一方面，驾驶员在事发前无预警的癫痫发作，凸显了驾驶健康状况对公共安全的影响。这引发了社会对于是否应该加强驾驶员健康检查的讨论。
以及如何在交通规划中考虑更多的安全因素。此外，校园周边的交通设计是否合理，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否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是否需要增设减速带、警示标志或其他安全设施？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更进一步，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理是否及时有效，也成为了评估城市应急能力的重要指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这起车祸是否能够真正引起社会对于驾驶安全和交通管理的重视？是否会促使相关部门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保障公共安全？校方和地方政府能否协同合作，完善校园周边的交通设施，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思与行动。你认为应该如何加强驾驶员的健康管理和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以防止此类事故的重演？